宝宝们，上午好，我是念念时光。据说他们家的糖糕和油条我刚才不是被路牌砸了吗？这是1983年，我穿越了。念念，妈妈有件事得跟你说。OK， 这是原主的妈妈。妈妈，你说你不是我亲生的，当年在医院报错了，月如才是我的闺女。姐姐，我不想让你走，你别。白月如，那不是我看的书里的真千金吗？那我念念，我是那个处处跟真千金作对，最后被赶出家、斗死街头的恶毒女配。天哪，老天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假的就是假的。留在家里对月如不公平，对念念自己也没好处。送回去吧，该了断的了断。既然知道错了，那就各归本位就好，我没有怨言。谢谢爸妈对我的养育之恩，女儿走了。这里是100块钱，当做我们对你的补偿。有了这些钱，你之后不会过得差。走吧。说好开车送我回来，没想到是全村最破的拖拉机。我都主动走了，干嘛还针对我？白月如这心眼可真够小。这房子能住人？这房子能住人？谁？我是沈念，你们的姐姐。原主嫌弃他们丢人，把他们赶出白家大门。他们不想认我也是正常的。哥哥是谁呀？没人，别开门。退了，好在烧得不重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发烧了。昨儿傍晚我路过，瞧见你歪在门口，人事不知的。小华，把药端进来。这是婶子给你熬的草药，喝了就赶紧走。我们才没有你这个姐姐。哥哥，这孩子，没事儿，是我对不住他们。多谢婶子了，之前我没回来，小华跟小梅多亏你照顾了。说啥谢不谢的，邻里邻居的，俩孩子可怜，我也就是搭把手。婶子，实不相瞒，我是被城里白家赶出来的，往后也只能在这里过日子了。我不会不管弟弟妹妹，只是我刚回来还不熟悉，有些事儿想问问婶子。你问。不知道家里还有多少米面，弟弟妹妹平时怎么过活？哪里还有什么米面？前几天我给了他们一些粗面，估摸也见底了。还好现在是夏天，山上有野菜吃，倒也能活。不管咋着，得先填饱肚子。白家给了我一些钱，我能不能从婶子那儿买点蕊面？行，咋不行嘞？白月如，你可真够赶尽杀绝的。婶子，钱没有了，但家里只剩些芸豆了，你看能不能换点米？成，你等着，我回去给你舀来。姐姐，这是哥哥攒了好久的芸豆，哥哥回来会生气的。等他回来我跟他说，放心。婶子，您称过没？我掂着好像多了吧？称什么称？乡里乡亲的，谁还计较那几两？你刚退烧，身子虚着，赶紧熬点粥喝。行，那就谢谢婶子了。等之后我赚了钱，肯定想着婶子。这丫头说话做事倒是大方，和老沈家之前那个月珠姐儿不太一样，也不知道往后能不能在这儿扎下根。
行，那就谢谢婶子了。等之后我赚了钱，肯定想着婶子。这丫头说话做事倒是大方，和老沈家之前那个月珠姐儿不太一样，也不知道往后能不能在这儿扎下根。家里的衣服只有白月如的最多，沈家人对她这么好，换来的却是被认回城里后再也没回来过。姐姐穿这个也好看。就你嘴甜。米哪儿来的？拿柜子里的芸豆跟宋婶子换的。今早的事儿我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你拿芸豆换米，为啥不换粗粮？换米2天就没了。我知道粗粮耐吃，但小梅还小，你看她瘦成什么样了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不吃点好的怎么行？这次就算了，下次必须得省着点。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了。这是迟来的金手指吗？只要碰到食物就出完整做法，那我岂不是可以靠美食赚钱？婆婆丁还能这样吃啊，好好吃！调料比例一点不差，真是绝了。有了这个金手指，就可以靠卖美食赚钱。不过家里没有食材，明天上山看看吧。有了这个金手指，就可以靠卖美食赚钱。不过家里没有食材，明天上山看看吧。小华是怕我跟白月如一样，有了钱就进城再也不回来了，才把钱放这试探我。心里明明还念着姐弟情，却又处处提防。这姑娘面生是走亲戚的。婶子，我叫沈念，是杏花村的，小时候被抱错了，最近才换回来。报错的，那不就是老沈家？对，往后就在杏花村住下了，以后还得麻烦婶子们多照应。照应啥照应？以后就是邻居了。你背着篓子上山挖野菜？想去山里转转。那你慢些，后山跟那一片潮气重，滑得很。野生松茸，这成色难得，味道绝佳。眼下家里缺钱，先送去供销社换钱，吃食往后再说。同志，您看看这个，收不收？这是松茸。这是松茸，这么好的品相，哪儿采的？后山上运气好碰上的。多少钱？一共2斤6两，给你算20块。要粮票还是现钱？换粮票，剩下的要现钱。我要5斤大米，再来1斤猪肉，半斤盐，1包白糖，再给我拿1小包八角桂皮，2斤白面。米8毛5一斤，面6毛，肉1块2，盐3毛，糖5毛，一共6块3包55。米包保存时间短，且容易变形，田耕携带麻烦，炒米粉配菜成本高，利润薄，那就米凉粉吧，夏天卖正好合适。哥哥，姐姐还会回来吗？她本来就不是我们姐姐，走了就走了，你哭什么？宋婶子说了，她才是我们亲姐姐，她跟月如姐不一样。都怪那个坏女人，以后再也不相信别人了。哪个坏女人？哭什么？怕我不回来啦？姐姐，把背篓背进去。就这么点米，你们俩是怎么撑过来的？习惯了。以后不要再饿肚子了，有姐在呢。今晚吃肉，
端进去吧，开饭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，以后顿顿都有肉。姐姐做的肉最好吃，野菜也香香的，一点不苦。之前拿芸豆换米的事儿，是我没提前跟你商量，委屈你攒了许久的存货。往后家里吃食开销，我都提前跟你商量，咱们姐弟3个一起过日子。没事儿，你也是为小梅好。隔阂总算淡了些，慢慢来，总有一天他能彻底放下防备。家里手头太紧，明天得开始赚钱了。家里手头太紧，明天得开始赚钱了。宋婶子在家吗？念念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婶子，这是来还钱的。昨日小华从柱子哥那里借了4毛钱，我没瞧见柱子哥，想着还给婶子也是一样的。几个钱的事儿还记挂着。婶子家养了这么多鸡，鸡蛋卖不卖？要卖的，攒齐了让柱子哥带去城里卖。婶子能不能卖我几个？昨天去镇上忘买了。嗨，幸亏你没买，城里东西贵，你要几个婶子给你拿就是了。婶子这西红柿长得真好，看着就好吃，看上了就摘走，自家种的不值钱。谢谢婶子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婶子，这石磨，我家的大米能不能也拿来磨？石磨我用着顺手，我不白用，给您算钱。想用就用，乡里乡亲的，给什么钱？只是不知道磨大米能磨出什么花样，到时候您就知道了。刚好从婶子那儿摘了2个西红柿，今天就吃番茄鸡蛋疙瘩汤，再煎几张软饼配着吃，省事又顶饱。姐，这汤好好喝，饼也软软的，比以前吃的粗粮香100倍。挺好吃的。爱吃就多吃，锅里还有，管够。有这个金手指真是不错，不光能琢磨小吃摆摊赚钱，平常做饭也能吃到美食，这对我这个饮食挑剔的人来说简直太赞了。平常做饭也能吃到美食，这对我这个饮食挑剔的人来说简直太赞了。米差不多泡好了，咱们开干吧。好热，这个程度该出米浆了吧？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尝尝，滑溜溜的，好吃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米凉粉，夏天吃最好了。比面条还滑。这米凉粉成本低，能放得住，往后赶集就卖这个。婶子在家吗？这又是做什么？还拎着罐子。感谢婶子把石磨借给我，这是我自己琢磨的吃食，叫米凉粉。昨儿磨米浆磨出来的。对，婶子您尝尝。滑溜溜的，怪好吃的。吃酸辣的就放醋和辣椒油，吃清淡的就放酱油和葱花。婶子您觉得咋样？不错。旁边这是啥？鸡蛋。卤蛋，用酱油和八角桂皮煮的，入味了。婶子尝尝。你这丫头手真巧，比镇上馆子做的都好吃。婶子过奖了，我就是瞎琢磨。婶子你吃着，我先回去了，还得让弟弟妹妹帮我试试味道。婶子过奖了，我就是瞎琢磨。婶子你吃着，我先回去了，还得让弟弟妹妹帮我试试味道。出来尝尝，帮我选选哪个好吃。酸辣的是这个，清淡的是这个，汤也尝尝。辣，好辣！快喝口水。这个不辣也好吃，选不出来。小华，你说哪种最好？滑溜溜的都好吃，可城里太远，你背着一大盆米凉粉走过去，
一路颠簸，怕是全碎了。你说的对，米浆蒸出来的皮本来就软，走那么远的路肯定颠散，那就只卖粉皮，整张摞着码好，到了地方再切。我这是要去当粉皮西施了。附近几个村子每3日赶一次集，每逢2、5、8就有。明天就是逢8。对呀，农村都会赶集，我怎么忘了？你要去赶集？明日就去。你们在家，中午就拌1碗米凉粉吃。要是李家来修屋顶，就把钱给他们。姐姐明天不带我去吗？赶集人多，带你去挤来挤去，把你弄丢了怎么办？那姐姐早点回来。这个年代会做米凉粉的人很少，我去卖一定有市场。更何况我还有秘制料汁呢，只要能卖出第1单，就有第2单。加油！这个年代会做米凉粉的人很少，我去卖一定有市场。更何况我还有秘制料汁呢，只要能卖出第1单，就有第2单。加油！念念，你也来赶集啦？婶子们也来了，我出来卖点吃食。咦，你这丫头动作快，昨天山上碰见还挖野菜呢，今天就做起买卖了。对了，你家屋顶修了没？我家公公昨日说了，估摸上午就过去给你补瓦。那太好了，替我谢谢叔公，工钱我让弟弟备好了。一家子客气啥？哎，你这是要往哪儿摆摊儿？我告诉你，前面那几个好位置都是有主的，你要是占了，人家来了保准开骂。对，你别往那儿走，这都摆满了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到最边上去。多谢婶子们提醒。这是啥？咋这么香？大哥，这是米凉粉，大米磨浆蒸出来的。大米做的？大米能做出这来？能，磨成浆，蒸成皮，切条拌料，酸辣鲜香都行。多少钱？2毛1碗。2毛贵了，1碗米才多少钱？您闻闻，香不香？要是想买，可以尝一尝。还真不赖，滑溜溜的，酸辣也够味儿。给我来1碗。好嘞，您拿好。真那么好吃？给我来1份。给。卖出去多少了？我们特意绕过来瞅瞅。婶子们来的正好。快尝尝！别，你做生意呢，我们尝了你咋卖？婶子们今天帮了我大忙，这碗算我请的，不收钱。那哪成？你这东西真材实料的，2毛1碗，我们该给的。那要不这样，卖完这些米凉粉，我也是要去买菜的，不如交换一些。这提议好，我家有新鲜黄瓜，我那儿有新鲜小葱，你拿1捆去。哎，你别说，真好吃。是好，酸辣够劲儿。剩下的米凉粉我都要了。都要了？回去切几片，拌上正好。我今儿个女婿上门，买点给女婿尝尝鲜，到时候不也能落个好印象？行，先提前祝你顺利了。小姑娘会说话，下次赶集你还来吗？来，只不过下次位置不在这儿了。估计还得往边上来。那我到时候再来找你。大娘，鸡仔怎么卖？2毛钱一只，随便挑。母鸡呢？母鸡2块2一只，公鸡1块8。这有3只母的，5只公的，你随便瞅。奶奶，给我这2样。以后咱家也能吃上鸡蛋了。姐姐，你买了鸡，小鸡。屋顶修好了，李家叔公上午来的，钱给过了，剩了这些。
3天赶1次集，一次赚8块多，要攒到什么时候？要是能盘一间小店就好了。可是盘店面少说几十上百的押金和租金，这几块钱连门帘子都买不起。要是父亲那份机械厂的工作还在就好了。哟，这不是老二家换回来的那个闺女吗？长得可真俊啊！打着瞌睡呢，就有人来递枕头了。这本金不是送上门来了吗？打着瞌睡呢，就有人来递枕头了。这本金不是送上门来了吗？听说你回来了，我赶紧过来看看，瞧瞧，这城里养出来的闺女就是不一样，白白净净的，跟咱村里这些泥腿子就是不一样。大伯母来了，快进屋坐。不进不进，我就是路过，顺道瞧瞧你们姐弟弟仨日子过得怎么样。哟，还买了鸡仔。大伯母，这鸡刚买回来，怕生，别吓着。瞧你这孩子，大伯娘还能惦记你几只鸡不成？我就说嘛，那咋着也养了20年，白家能工担待你，肯定给你留了不少体积钱吧？果然，冲钱来的。大伯母，您别提了，我是被白家赶出来的，哪会给什么提子钱啊？念念可别哄大伯母，那白家多有钱啊，能那么扣？随便扔点儿也够咱穷苦人挣好几年了。念念啊，你跟大伯娘掏句实话，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？大伯娘还能害你不成？你堂哥娶媳妇儿正缺笔钱，你要是宽裕。大伯娘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是真没有。那白家给我塞了个布包，是100块钱，回来打开才发现就是一把废纸。不信你看。那这鸡仔儿，这是我上山采松茸、挖野菜一点点换的零钱。小华、小梅长期吃不上油水，瘦成什么样了？我就想养几只鸡，攒点鸡蛋，给他们补补。大伯母心善，家里条件宽裕，能不能接济我们一点儿？哪怕几斤米面也行。弟弟妹妹还饿着肚子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，哪有余钱？你堂哥娶媳妇儿、彩礼、盖房，哪样不要钱？家里早就掏空了。怎么会呢？堂哥不是在国营厂子上班，那可是正式编制啊。那都是表面，实际上厂里那活儿又累又脏。你堂哥每天回来腰都直不起来，那破厂子效益差，说不定哪天就下岗了。我们一家子指什么活儿耶？看来堂哥在机械厂干得不顺心啊。可不是嘛，重活累活全让他干，回来就喊累，我们做父母的也心疼。大伯母，既然堂哥干得不顺心，不如把编制还回来。啥？大伯母，既然堂哥干得不顺心，不如把编制还回来。啥？那是我爸因公牺牲，厂里给的抚恤名额。当年小华太小，没法进厂，大伯一家才临时顶替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这岗位该还了。你说啥胡话？这编制是你堂哥的，跟你爸有啥关系？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当年厂里发的抚分政策，全村人都清楚，名额专属我爸沈卫国的直系子女。沈华年纪小，大伯母先借去用，我也不怨你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这工作我能干。你一个女孩子进什么机械厂？那流水线又脏又累，哪是你这种细皮嫩肉能干的？再说你年纪到了，迟早要嫁人，攥着工厂编制有啥用？这俩事儿哪能往一块儿说？我结不结婚的都要养弟弟妹妹，我爸有工作留给我，哪有不干的道理？还是说大伯母不想还？哎呦喂，你堂哥就指着这份工娶媳妇过日子，你要是收回去，不是断根活路吗？念念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其实这工作我也不是非要拿回，只是我总得手里有钱好过日子。要不大伯母按照市场上的岗位价值折现给我。这死丫头，城里养了10几年，回来就惦记我家的饭碗。老天爷啊，没天理了！老二刚走，这闺女就回来抢大伯家的饭碗啊，逼着堂哥失业呀，这还有没有良心啊？咋回事？沈家丫头欺负上大伯家了？你看沈家姐弟3个那样，能欺负谁呀？沈老二死后，那工作让老一家占了。沈丫头回来想要回来，刘桂峰不愿意，闹起来了。果然来了，撒泼打滚，
这套路我见得多了。你胡说！我爸的编制，大伯母，您要哭要闹我拦不住，但编制是我爸用命换的，不是谁嗓门大就归谁。您要是觉得冤枉，咱们去机械厂、去街道办找领导评理，按政策规矩办，您敢吗？您要是觉得冤枉，咱们去机械厂、去街道办找领导评理，按政策规矩办，您敢吗？跟他扯皮没用，得找正经渠道。姐，你真要去厂里闹？不是闹，是讲道理。爸的编制按政策就该是咱们的。明儿我去镇上，你们在家看好院子，鸡记得喂，谁来敲门都别开。姐，我跟你去。你在家帮哥哥看着小鸡，回来给你带糖。你是魏国闺女，像，真像你爸。哎，快坐。周叔，我今天来是想问问爸当年抚恤编制的事儿，政策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？当年厂里明确说了，抚恤岗位专属殉职工人直系子女，旁系不能顶替。你大伯家是找关系违规代办的，手续本身就不具。那如果我要去讨回这个编制，能成吗？编制的事儿得找老领导，他当年经手的，我带你去。这是当年的推付单据原始通知，白纸黑字写着沈卫国直系子女继承。你拿着这个去街道办、去厂里反映，有理有据。谢谢领导。姐，拿到了爸的工牌、厂里的批复、原始通知，人证物证全了。明天咱们去街道办，这编制我要定了。人证物证全了，明天咱们去街道办，这编制我要定了。桂芬姐，我家那口子看见沈家那丫头去机械厂找领导了，怕是拿着证据了。大强那工作你上点心。啥？他真去了？爸，要是闹到厂里，我这工作……慌什么？一个丫头片子能翻起多大浪？当家的，你的意思是？城里教养着长大的小丫头，能顶什么事儿？待会儿过去说两句好话，哄哄她。小丫头心软，不会真闹大的。当家的说的对，到底是城里回来的，没见过世面，几句软话就能糊弄住。咱们拎点东西过去，装装样子，他还能跟长辈撕破脸。爸妈，要是他不吃这套呢？不吃？一个丫头带着2个拖油瓶，他敢不吃？走，拎点粗粮鸡蛋去会会他。念念在忙呢，你大伯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大伯母、大伯，进来坐。念念啊，白天的事儿你大伯母都跟我说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闹到厂里去呢？念念，那天大伯母是急糊涂了，说话没个把门的。你大伯知道了，把我好一顿骂，说我忘了当年跟你爸的情分。今儿我来就是给你赔不是的。唱戏呢，眼泪说来就来。大伯，我爸的编制。小华，大人的事你不懂。念念，咱们私下和解，别闹到厂里去，不好看。这是5块钱，你先拿着花。咱们是最近的亲戚，你堂哥在厂里工作赚钱，也能照应你们姐弟。大伯母，5块钱买我手里这些证据，是不是太便宜了？那你想要多少？这点零钱，您还是自己拿着花吧。编制是我爸用命换的，要么归还，要么按规矩折现，没私了的可能。沈念，站住！堂哥，有事？沈念，你真要把事儿总结？我只想跟弟弟妹妹好好过日子。我警告你，把那些证据收好，别往厂里人事科送。要是害我丢了铁饭碗，
往后你们姐弟3个在杏花村别想安稳过日子。堂哥，霸占我爹编制，违规顶替进场的是你，真闹到官方核查，丢工作、留档案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只是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你要是想使绊子，尽管来，但我劝你先把厂里人事科那关过了再说。你给我等着！软的不行来硬的，一家子都是这种货色。你给我等着！软的不行来硬的，一家子都是这种货色。当年沈卫国殉职，厂里明确批复抚恤岗位给直系子女，他大伯家找关系代办的手续不合规矩。喂，老领导吗？我是机械厂人事科，跟您核实个事儿。当年沈卫国那个福建编制，核实完了，手续确实违规，编制归属沈卫国直系子女，旁系不能顶替。我们这就约谈沈强，2条路，要么归还编制，更正备案，要么撤销岗位，轻短出场，留下违规记录。念念，你行行好，你堂哥不能丢工作，我们一家子靠他吃饭啊！伯母错了，伯母给你磕头，你高抬贵手放过你堂哥吧。大伯母，我没想毁掉堂哥的工作，堂哥要是还想干就继续干，只不过按市场岗位价出钱买就好了。技术员的话得高一点，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，你们给80就行。80？你怎么不去抢你？我们想想。怎么不去抢你？我们想想。念念，昨天你说的那个数，家里实在拿不出那么多，要不这样，先给你20块，剩下的咱们慢慢还。大伯母，这是想跟我拖？念念，不是拖，是真没有。你堂哥还要娶媳妇儿，家里处处都要花钱。我们也缺钱，那我只好向机械厂提交全套完整证据材料，申请永久注销堂哥这份违规顶替得来的编制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到时候堂哥不仅会丢掉工作，而且违规记录永久存源，往后再也无法进入国营工厂做工。爸妈，我不能丢工作呀。行，我们去借，凑齐给你。念念，这是按你说的数1分不少，你点点。从今天起，咱们两清，编制的事儿到此为止。只是往后不必再提亲戚情分，你们也不要再用亲情道德绑架我们姐弟3人。终于结束了。姐，这么多钱，这是咱们开店的本金。明天我去城里卖米凉粉，打听一下店面的价钱，要是合适就租下来。到时候我再研究几个新吃食，咱们开个美食店。姐姐，以后咱们能天天吃鸡蛋吗？能，不仅能吃鸡蛋，还能吃肉。姐，我的也给你。有姐在，往后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。姐，我的也给你。有姐在，往后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。本金有了，得扩大规模。米凉粉生意离不开石磨，老是借宋婶子家的也不是回事儿，还是得找个靠谱的石匠自己打一个。小华，村里手艺好的石匠，你知道有谁？张大爷。以前爸在的时候跟他交情很深。张大爷无儿无女，一个人过，平日里没少接济我跟小梅。可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小念子石磨，找他打石器的人少了，营生不好做。他身子骨也不利索，病了都没人照应。既能帮张大爷，又能解决石磨的事儿，一举两得。咱们去看看张大爷，顺便订一台石磨。姐姐，我也去。去，一起去。
张大爷，在家吗？不对，张大爷，小华、小妹，快过来帮忙！小梅，你守在屋里，看着张大爷，别让他翻身掉下炕。一定要赶上，一定要赶上，一定要赶上！大夫，赤脚大夫！一定要赶上，一定要赶上，一定要赶上！大夫，赤脚大夫！大夫，张大爷他怎么样？突发高血压，晕倒了。要是再晚1个小时，血管堵了，命就没了。那还有救吗？我先给他把血管疏通开。胳膊是外皮擦伤，不碍事儿，上药休养几日就好。大夫，药钱多少？我结。2块5。这包降压的，1天2回，泡半小时，熬半小时。这罐药膏，温水擦净伤口再涂，1日3次。姐姐，张大爷会好吗？会好的，有姐姐在。你是魏国的闺女？是，我是沈念。你是魏国的闺女？是，我是沈念。像，真像。你爹当年也是这么个实心眼儿的性子。那月如丫头到底还是看不上乡下人的，回城后再没回来看过一眼。你倒好。张大爷，先别说这个，您先喝药。养好了身子，我还有事儿求您呢。啥事儿？说。我想请您打一台小石磨，专门磨米浆，做米凉粉，尺寸我都画好了，您看看。您别动，伤还没好利索，图纸我改好给您，等您好了再动工，不着急。你这丫头。张大爷，这驴车能借我用用吗？我想拉米凉粉去城里卖，给您租金。借啥借？你拿去用，老伙计温顺，不提人。你想用随时过来签就行。张大爷，这驴车能借我用用吗？我想拉米凉粉去城里卖，给您租金。借啥借？你拿去用，老伙计温顺，不提人。你想用随时过来签就行。米凉粉，大米磨浆蒸的米凉粉，3薄1碗，酸辣鲜香，尝尝嘞。给我来1碗。这味儿真香，尝尝。再来1碗。这料汁咋调的？比馆子里还香。城里生意比村里好太多了。王经理，路口有个姑娘摆摊卖米凉粉，生意火得不行，队都排到街拐角了。米凉粉，那种一碰就碎、稀汤寡水的玩意儿，也值得你跑回来说。不是那种，那粉皮滑溜溜的，切成条条分明，一点都不散。关键是那料汁儿，哎，我说不清，您自己尝一口就知道了。这粉质，这料汁儿绝了。那摆摊的在哪儿？就路口那姑娘。1碗米凉粉。姑娘，这料汁是你自己调的？姑娘，这料汁是你自己调的？自家瞎琢磨的。姑娘，你这米凉粉怎么做到久放不碎的？大米磨浆，火候到了自然筋道。姑娘，我是国营饭店的经理，你这米凉粉我全包了，另外每天固定送50碗到饭店，价钱好商量。经理，我这小本生意，每天就做这么多，送不了饭店。想垄断还不想出钱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那你这米凉粉和料汁的配方卖不卖？我们后厨试过无数次，
米浆要么蒸出来发黏，要么切完一半就烂，始终做不出你这口感。卖。米凉粉基底80，料汁100，合计180。180，小小一碗米凉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王经理，您后厨试了多少次，浪费了多少米面，心里比我清楚。料汁配比差1分，味道就不对，您自己掂量着来。120，两样都要，现钱。150，不能再多了。经理，180，1分不少。您要是没诚意就回吧。剩下的米凉粉，我全要了。今天不肯出价，往后我生意做大，配方只会更贵。希望你到时候不会后悔。东街月租15，西街12，巷子口8块，再刨去原料，就不剩什么钱了。现在我的产品单一，利润也不高，短时间回不了本就亏了，还是再等等。东街月租15，西街12，巷子口8块，再刨去原料，就不剩什么钱了。现在我的产品单一，利润也不高，短时间回不了本就亏了，还是再等等。黄瓜、豆芽、胡萝卜、青菜各来1包。啊。张大爷的石磨打好后，不光能磨米浆做米凉粉，还能磨黄豆做豆花，到时候再开发几款新小吃，赚钱门路就宽了。姐姐，你回来啦！这个年纪的孩子都在学校上学，小华却为了这个家退学照顾妹妹。等攒够钱了，就送她去上学。小华，你想去村里学校读书吗？学校学费贵，家里摆摊养鸡打理院子全靠姐姐一人操持，妹妹也还小，需要照顾。我若是去上学，就没人给你分担了。说来说去都是为了别人，你自己呢？你心里想不想读书？想，我想读书识字，只是不用操心钱财，现在摆摊收入稳定，只要你真心想读书，姐姐一定攒够学费送你入学。哥哥，你哭了？没有，是粥太烫了。不用操心钱财，现在摆摊收入稳定，只要你真心想读书，姐姐一定攒够学费送你入学。哥哥，你哭了？没有，是粥太烫了。张大爷，您胳膊还没好利索，怎么跑到我家来干这种重活？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帮你把雍前那块地翻翻，种点啥？您看，伤口都蹭破了，这地我自己能翻。您先坐下，把手伸出来，换完药把那碗米凉肥吃了。米凉肥里我搁了冰块镇过的，解暑。地里的活不急在这1天2天。你爹当年也是这么个脾气。要不说我是亲闺女呢，一会儿我帮您一块翻。翻地要深，锄头下去得没过脚踝，土块翻起来，用竹背敲碎，不然苗根扎不下去。行了，剩下的你们姐弟弄，我回去了。姐姐，黄瓜什么时候能长出来呀？快了，等下了雨，苗就冒头了。小华这个年纪，好多学校都不收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快了，等下了雨，苗就冒头了。小华这个年纪，好多学校都不收了，这可怎么办？老板，米凉粉照旧，多来几碗。这黄瓜丝配的妙清爽，老板手艺又精进了。好吃就行。您来的正好，赶上最后一摊儿。咋了？我想让我弟上学，可家里出了点事儿，错过了入学时间，我得在家教他。这摊儿怕是摆不成了。你弟弟多大？12。是有点大了，但没事儿，只要能通过入学测验，我可以破格让他上。叔，你是？
我姓王，是乡镇公办学校的校长。下周3，带着娃来学校找我。真的，谢谢王叔。哎，没事儿，孩子上学要紧。成了。念念，咋这时候来？婶子，今天新调了一锅料汁，多加了半勺花椒粉，您尝尝味道正不正？香，比上次的还香。你这丫头手是越来越巧了。婶子，我今天来是想正经谢您，要不是您之前告诉我那位老顾客是校长，我弟弟上学的事儿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。你这丫头啊，心里早就算计好了，我也就是顺嘴提了一句，你就能用上，这脑子活换。婶子，这些天一直借你家石墨用，实在过意不去，这钱您收着。乡里乡乡的，别算这么轻。你好好养你弟弟妹妹，比什么都强。往后做买卖用得着婶子的地方，你只管开口。往后做买卖用得着婶子的地方，你只管开口。这米凉粉看着就不对劲儿，口感发糟，还没半点香味儿，跟小姑娘的差太远了，纯糊弄人。光有一股子盐味，一点鲜气都没有，白瞎这一口。看着像仿着人家的摊子做的，味道差的10万8千里，再也不来了。那边新开了一家米凉粉，卖4毛1碗，比你这便宜1毛。我去尝了一口，粉皮一夹就碎，料汁寡淡的很，吃2口就扔了。可不是嘛！你家这米凉粉滑溜筋道，料汁香的能勾魂，3毛1碗，我们愿意掏这个钱。各位叔伯婶子照顾我生意，我心里记着呢。那边刚开张，手艺生疏些也正常。对了，前天我去国营饭店吃饭，菜单上也有米凉粉，要3毛5一碗，端上来尝了一口，跟你这没法比，后厨怕是没摸到门道。国营饭店那是招牌大架子大，做出来的东西还不如咱这路边摊儿，这叫什么？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国营饭店卖3毛5一碗，看来王经理回去也没少加价。国营饭店卖3毛5一碗，看来王经理回去也没少加价。小姑娘，我又来了，今天不是来买米凉粉的，谈正事儿，我们进里面说话。王经理，就在这儿说吧，我这摊子离不开人。我是县里私营饭馆的，你上回卖米凉粉的时候，我们就派人尝过了。这配方我们出130买断，成不成？150，估价买断，跟我们合作，保你往后不愁销路。国营饭店出价200，不干涉你继续摆摊赚钱，但不能再卖给其他饭店。你卖你的路边摊，我们卖我们的殿堂席，2不耽误。王经理说这个条件，我看行。国营饭店不干涉我摆摊，这是底线。我的米凉粉方子可以卖，但我路边摆摊的营生不能断。姑娘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们也能给你保留摊位，我们给的价格还能再谈。协议我拟好了，1式2份，你先看看条款，咱们当面签。米凉粉毕竟还是单调，衍生产品少，往后开店还是要再研究其他美食。1份配方卖300，换本金和自由，这笔买卖划算。220，我给你220。另外，我们后巷有个空铺面，白给你用半年，条件是你签了字就不能再在街边摆摊，专心给我们供货就行。230，我跟到底。铺面我也有，比他的大，租金全免。你只要把摊位撤了，专心做我们的供应商，什么都好说。2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还是要跟国营饭店合作，毕竟我以后也是要继续赚钱的。姑娘，现在可以签了。200块，你点点。合作愉快。这丫头有骨气，300块到手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往后得交这个朋友。
学费够了，豆花器具的钱也够了，剩下的慢慢攒，等门面找到合适的，就开自己的店。学费够了，豆花器具的钱也够了，剩下的慢慢攒，等门面找到合适的，就开自己的店。小华，这是给你的书包，里面还有写作业的本子和铅笔，明天就要去测验了，有信心吗？有。谢谢姐。姐姐，我能去上学吗？我也想要书包。当然可以，等你再长大一点，姐姐就送你去上学，也给你买书包，跟哥哥一样，好不好？好。哈哈，姐姐的影子。张大爷。念丫头，石墨打好了，你瞧瞧，这纹路，这平准度，比你宋婶子家那台老石墨强多了。你身体不好，怎的自己推过来？这2步路没事儿，你先看看这石墨咋样？这是防逆转的小机关，正转磨浆，反向推就卡住，省得米浆倒流，糟蹋粮食。张大爷，您这手艺要是再多打2台，往别的村集市上卖石墨，有没有搞头？有搞头，你这丫头脑子活泛。往别的村集市上卖石墨，有没有搞头？有搞头，你这丫头脑子活泛。开价不比那姓王的低，还白搭一个店面，那乡下丫头居然正眼都不瞧我一下。他凭什么？一个摆地摊的丫头片子，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国营饭店财大气粗，我争不过，我认。一个路边摊丫头，她也配看不上我？老板，算了吧，人家国营饭店出的价高，咱争不过也正常。您别为这事儿气坏了身子。争不过国营饭店，还搞不定一个摆摊的丫头，他让我在街上当众丢了脸。我要是就这么算了，往后谁还拿我老刘当回事儿？那您想咋办？明天一早，你去街道办和工商所递个话，就说杏花村有人在集市上无证摆摊，高价倒卖吃食，搞投机倒把。老板，这要是查出来举报是假的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剩下的事你别管，快去。大爷，您这手艺绝了，这浆比婶子家那台老墨细1倍。今天咱磨点黄豆，晚上吃豆花。好耶！念念不好了，我刚才路过村口，听到来赶集的熟人说，有人举报你在集市上投机倒把、无证经营，城里的街道办和工商组已经过来了。念念不好了，我刚才路过村口，听到来赶集的熟人说，有人举报你在集市上投机倒把、无证经营，城里的街道办和工商组已经过来了。谁敢动我姐试试？念念，你到底有没有执照？投机倒把是要蹲大牢的。婶子先别慌，自产自销的农副产品不需要复杂执照，我卖的是自家磨的凉粉，属于农副产品加工，顶多手续不全罚点款，不是投机倒把。姐，我出去看看，你带小梅从后山走。胡闹！你带妹妹进屋去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出来。来了，好几个穿制服的往这边走，你小心点儿。我没干亏心事儿，正好把话说清楚。你就是杏花村的沈念，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、无证经营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你就是杏花村的沈念，有人举报你投机倒把、无证经营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说说吧，原料从哪儿来的？每天卖多少？米是镇上供销社买的，8毛5一斤。豆芽和黄瓜自家种的。石墨是张大爷新打的，磨浆蒸皮，1张皮切6碗，1碗3毛。每天能做多少？多的时候40、50碗，少的是20、30碗。按现行规定，倒买倒卖、囤积居奇才算投机倒把。你这属于自产自销，手续不全，问题不大。这个从集市上收的，说是你的货。这不是我的，我的米凉粉现切现拌，从不隔夜。这成色气味是有人仿冒。
听说他那食材不干净，吃了拉肚子，卖那么贵，不就是哄抬物价赚黑心钱？外面造谣的人跟我有仇，我请求当场演示米凉粉工艺，真假一验便知。我请求当场演示米凉粉工艺，真假一验便知。听说了没？沈家那丫头被工商佐带走了，说是投机倒把。早说了，丫头片子摆摊能有什么好果子吃？你们瞎嚼什么舌根？念念摆摊卖凉粉养弟弟妹妹，从不短秤。他家屋顶漏雨还是我家公公补的瓦，工钱1分没少。你们哪个吃过他一碗凉粉敢说不干净的？工商佐还没定论，你们倒先给人定罪了。谁在乱说？我老张头第一个不答应。你干啥去？我去镇上，他们冤枉我姐。你去了顶个屁用！添乱！您看，我的米凉粉米浆细腻，色泽白净，气味清香。这个仿冒的米浆粗糙，颜色发暗，酸馊刺鼻。原料配方天差地别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沈念，你的情况记下了，初步看来不构成投机倒把，但手续不全，该补还得补。配合调查是我该做的，但造谣的人也请公家查清楚。那是肯定的，按规矩还要做个许样调查。走吧。那是肯定的，按规矩还要做个许样调查。走吧。存粮约200斤，黄豆2筐，符合自产自销规模。同志，念念天天在我家磨米浆，我亲眼见的，正经粮食，正经手艺。这是集市上13个老主柱按了手印的证词，都说他凉粉干净好吃，价格公道。同志，是来问沈念那丫头的事儿吧？我正要跟你们说呢。王经理，说说你知道的情况。沈念那份米凉粉配方是跟我签了协议转让的，手续合规，白纸黑字。他做的凉粉我也尝过，比我这儿的厨子强。你觉得他定价算不算哄抬？他卖3毛，我卖3毛5。要是他算哄抬，那我这算啥？集市上也有卖2毛的凉粉，但那粉皮软烂塌糊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1分钱1分货，老百姓心里有杆秤。王经理，谢谢配合。丫头，挺住。王经理，谢谢配合。丫头，挺住。经实地走访取证，沈念的米凉粉属家庭自产自销，原料来源清晰，售价合理，不存在囤积倒卖、哄抬物价行为。初步结论，不构成投机倒把，但需补办乡镇集市临时经营证，小额警告罚款，3日内到工商佐完成登记手续。谢谢同志，我明天就去办。那边那位，头压那么低的那位，站住！你是刘记饭馆的老板，有人举报你后厨食材变质，卫生不达标。现场检查结果，后厨隔夜肉有异味，案板生熟不分，苍蝇乱飞。后厨即日查封，罚款20块，整改达标前不得营业。刘老板，举报别人之前，先把自己的灶台收拾干净。这次是警告，下次再犯就不是20块钱的事儿了。刘老板，举报别人之前，先把自己的灶台收拾干净。这次是警告，下次再犯就不是20块钱的事儿了。沈念，杏花村人，父母一栏怎么空着？父亲3年前因公去世，母亲早年过世。
你是白家当年报错的那个闺女。按规定得家属来协助办手续。你在白家长大，白副书记也算你父母，让他们过来一趟吧。同志，我自己能交罚款，不用麻烦白家。白书记嘛，您家当年那个报错的闺女在宫上长，有些手续需要您过来协助。躲了这么久，还是躲不过。手续我已经让人办妥了，罚款也交了，该了结的了结。这是100块。当年给你的那笔被人调包成废纸的事儿，我们也是才知道。拿着吧，往后别再提了。姐姐，你在乡下过的苦我们都知道，可你也不能靠惹事儿来逼爸妈出面啊。爸在县里工作忙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可你也不能靠惹事儿来逼爸妈出面啊。爸在县里工作忙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惹事儿？我摆摊养弟弟妹妹，被人举报到工商朵，从头到尾没提过你们白家一个字。是工商朵的同志看到档案主动联系你们，这叫惹事儿？至于那100块废纸，我没打算提。但你既然当面说了，那我问问，当年你亲手塞给我的布包，里头装的到底是钱还是纸？你心里没数吗？行了，过去的事儿不要再提了。沈念，你在乡下好好过日子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当地街道办。我那边还有个会，先走了。姐姐，你可真会装，明明心里巴不得回城过好日子，嘴上却说什么养弟弟妹妹。你一个摆摊的，一天挣几毛钱，你拿什么养他们？你迟早有一天会嫌他们是累赘，把他们甩了，回城找你自己的前程。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根本撑不了多久。那2个孩子就是你的拖油瓶，你早晚要把他们扔了。装什么好姐姐？你闭嘴！不许那么说我姐！那2个孩子就是你的拖油瓶，你早晚要把他们扔了。装什么好姐姐？你闭嘴！不许那么说我姐！你一个小毛孩子懂什么？你姐对你们好，那是因为她没别的出路。等哪天有机会回城了，你看她还会不会管你们？我姐给我买的铅笔、本子，都是她卖凉粉换来的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磨米浆，手磨出泡也不吭声。她买的肉自己舍不得吃，都夹给我和妹妹。你们白家给她什么了？她就带了一把废纸回村。你们凭什么欺负她？姐姐是好人，姐姐给我买肉吃，给我扎辫子，晚上还给我讲故事。你们不许欺负她！白副书记，你们今天要是来羞辱他的，那就回去吧。本来也没想用你们的钱，念念自从回来，没得过你们白家一点好处。你们凭什么这么羞辱他？念念自从回来，没得过你们白家一点好处。你们凭什么这么羞辱他？你一个老头子懂什么？当年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姐，她的事儿就跟我有关系。白副书记，当年报错的事是医院的错，不是我选的。我被送回杏花村，自己摆摊赚钱养家，是我自己选的。你们不用觉得亏欠，我也不需要你们再施舍什么。往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你们过你们的日子，我过我的日子，不用再来找我了。他什么都没有，可他凭什么这么硬气？姐，我们回家吧。姐，我们回家吧。姐姐，你那个本子写满了吗？写满了，姐教我的字我都记下来了。那就继续写，姐供你上学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家里那锅米浆还等着磨呢。姐，我会好好读书的，等我长大了，
换我保护你。好，姐等着。还有我呢，我也保护姐姐。行了，回去吧，天不早了。白家的事儿到此为止了，往后这日子就靠自己了。白家的事儿到此为止了，往后这日子就靠自己了。姐，豆子泡了一整夜，你看看成色。正好，今天把豆制品挨个试一遍，小华推磨，小梅摆碗。豆制品7样，齐了。尝尝。甜的也好吃，辣的更香。姐姐，甜的像糖水洞洞。腐竹和豆干能放得住，冰豆花和卤螺丝是主打赚钱的，剩下豆腐豆干这些顺带搭着卖就行，不费功夫。我的老天爷，你这丫头是把黄豆变细法了？哼，这么多样，你是把豆子的皮儿都扒干净了吧？你这丫头是把黄豆变细法了？哼，这么多样，你是把豆子的皮儿都扒干净了吧？行啊，念丫头，你这是要把豆子使唤得明明白白的，一样是一样，没一个重样的。婶子、大爷，今儿请你们来就是帮我尝味道的，哪样好吃哪样差点意思，你们照直说，我好改，别怕我不爱听，越实在越好。凉丝丝的，甜而不腻，红糖水和豆花配得刚刚好。夏天赶集走出一身汗，来一碗这个，神仙都不换。豆干卤香味足，有嚼头，越嚼越香。豆腐泡炸得透，外头酥里头嫩，心子还软乎着。这两样能放得住，比豆花好带，赶集路上揣着走都不怕坏。夏天天气热，赶集的人走得口干舌燥，我打算主推冰豆花和米凉粉，豆花配红糖水，米凉粉配酸辣汁，卤蛋搭着卖。这行，夏天谁不想要吃点凉的？豆花配红糖水，米凉粉配酸辣汁，卤蛋搭着卖。这行，夏天谁不想要吃点凉的？到秋天转凉了，冰豆花换成热豆浆，加上卤豆干、炸豆腐泡、腐竹凉拌，豆芽常年配在米凉粉里当菜码。摊子小，品类不能全上，轮着来，每季有2、3样主打就够了。炸豆腐泡和卤豆干还能当零嘴，赶集的汉子好这口。买一碗米凉粉，再搭2块豆干，花不了几个钱，还解馋。我看行。张大爷，上回说的石磨生意，您试了没？试了，打了3台小石磨，让柱子拉到邻村集市上卖，2天就卖光了。那往后您就专心打石磨，我给您介绍客户。1台石磨您赚多少，给我个提成就行。你这丫头，算盘打得比我还精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这2天我把冰豆花和卤豆干的配比再精一精，回头开了张，利润稳住了，攒够钱就在乡镇租个固定摊位，不用再挪窝了。你这丫头心大着呢。行，婶子等着看你开铺子那一天。你这丫头心大着呢。行，婶子等着看你开铺子那一天。姐，咱现在每天能卖多少碗米凉粉？生意好的话，一天40、50碗，刨去成本，剩下差不多10块钱。加上豆花和豆干，一天能多卖1倍不？摊子小，人手不够，品类多了忙不过来，到时候什么都做不好。慢慢来，先把冰豆花试出量来，再一样一样往上加。今天宋婶子和张大爷试了都说好，我心里有底，不着急。
姐，等我周六不上课了，跟你一起出摊，多个人手，你能多摆几样？行，那你先把书读好了，周六再跟姐干活。别耽误功课。姐，今天那碗辣的豆花，比米凉粉还好吃。一步一步来，先把豆花卖出名堂，攒够本钱就去乡镇上租个铺面，摊位会有的，店也会有的。一步一步来，先把豆花卖出名堂，攒够本钱就去乡镇上租个铺面，摊位会有的，店也会有的。家庭自产农副产品加工经营是吧？家里石磨锅灶都齐全？齐全，自家种的黄豆和蔬菜，做米凉粉和豆制品，在集市上摆摊卖。填表，交2块钱工作费，再交10块钱罚款。临时摊位经营备案证，有效期3个月，到期续办。食品经营备案，跟着走。拿着这个，集市上遇到查证的就出示。食材采购要留票据，卫生上别省事儿，出问题最后查的是你自己。谢谢同志，我记住了。姑娘看上哪个了？陶罐1块5一个，保温桶3块。这几个我要了，算便宜点。陶锅2块5两个，保温桶4块2个，一共6块5。你连罐带桶一起买，给你算6块。保温头装冰豆花，赶集能放1上午不坏，万事俱备，就差开张了。保温头装冰豆花，赶集能放1上午不坏，万事俱备，就差开张了。姐，黄瓜结了20多条，青菜够吃1礼拜，豆芽每天换水，长得挺快，口感脆，水分足。配菜以后不用去集市买了，省下的钱都是利润。姐姐，今天去河滩捡螺蛳吗？昨晚下了那么大的雨，宋椅子说河滩上螺蛳可多呢。去，雨后河滩东西多，不光螺蛳，野青菜和荠菜也冒出来了，能吃的都采回来。爆炒螺丝，卤煮螺丝。这个季节螺丝正是最肥的时候，做成下酒菜赶集卖，比米凉粉利润高不少。听说没？县里印刷厂的副厂长这2天在咱们乡转呢，说是专门来找好吃的特色吃食。人年轻又和气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小华、小梅，多捡一些，够2顿的。回去姐姐给你们做爆炒螺丝，保管你们吃了还想吃，香得很。姐姐，这个真的能吃吗？壳这么硬。能吃，养2天吐干净泥沙，炒出来香得很。到时候你连壳上的汁儿都要嗦干净。够了，收工回。路边的男人不要捡，剧里都是这么演的，好心救人反被讹，被缠上甩不掉的事。这人来路不明，伤成这样，谁知道惹了什么麻烦？我不能管。姐，怎么了？草丛里有人。别问了，走，咱们回去，就当没看见。姐姐，那个人是不是受伤了？我们不救他吗？别管了，走吧。姐姐，那个人是不是受伤了？我们不救他吗？别管了，走吧。不管的话，他可能真的会死在那里。我明明看到了，当没看见，这辈子睡得着吗？神念，你心软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姐，要不咱们回去看看，万一真的不行了呢？那个人流了好多血，我看着害怕。姐
姐姐等等我。还有气，过来搭把手，把它翻过来。这张脸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，好像在哪里见过，又想不起来了。姐，他会不会是坏人？先救了再说，好人坏人，等他醒了再问。小华，把他架到背上，背回村里去，找张大爷帮忙看看。姐姐，我们的螺蛳和菜还在河边呢。先不管了，救人要紧。河滩上突然出现一个受伤的人，附近村子没听说谁家丢了人。他身上的衣裳虽然破了，料子却是好料子，这人来路不对。附近村子没听说谁家丢了人，他身上的衣裳虽然破了，料子却是好料子，这人来路不对。念念，这小伙子你认识？不认识，河滩上捡的，昨晚上暴雨从上游冲下来的，艺术料子看着不便宜，应该是城里人。这口子可不浅，得去镇上卫生院缝2针才行。婶，你先帮我恩保剥阴他煎干净再看。卫生院的路远，他现在这个状态颠过去也受不住。你是谁？这是哪儿？你别动，伤口刚清完，手上全是泥，别碰。想不起来了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叫什么？你从河滩上被冲下来的，摔伤了头，不记得名字就先不急着想，先把伤养好。连自己名字都忘了，真摔失忆了，还是装的呢？连自己名字都忘了，真摔失忆了，还是装的呢？建国，魏儿到底去哪儿了？都2天了，连个信儿都没有。他刚回来那天说要去乡下找什么米粮匪，说是城里有个姑娘摆摊卖的小吃，不少人都夸好。他嘴刁你知道的，非要亲自去尝。米粮粉儿，就为了碗米粮粉跑到乡下去，他连路都不认识。前天晚上那场暴雨你没看见吗？河里都涨水了。乡镇派出所那边我已经托人去问了，杏花村周边几个村子都在查。那孩子从小嘴就挑剔，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，偏偏对民间小吃有执念。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他要是好好的，怎么也该打个电话回来。我昨晚上做梦，梦见他在水里泡着，浑身是伤。别自己吓自己。我明天亲自去杏花村附近找，那孩子聪明，不会有事的。一儿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米汤，加了点红糖，趁热喝。你伤还没好利索，先别急着下炕。你救了我一命，但我连你叫什么都不知道。沈念，杏花村的。你在做吃食，我闻到了米浆和辣椒的味道，我能尝尝吗？你做的什么都行。这人摔了脑袋，别的记不住，对吃的倒是敏感的很。我能尝尝吗？你做的什么都行。这人摔了脑袋，别的记不住，对吃的倒是敏感的很。你怎么下炕了？烧还没退利索。闻着味儿，睡不着了。米浆磨得细，蒸的火候正好，不粘不散。醋是陈醋，蒜水拍过，辣椒油里放了芝麻和一点花椒粉，比例掐得准。这人失忆了还这么会吃，普通人家养不出这种嘴。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，但你的手艺，我记住这个味道了。我现在没地方去，没记忆，没身份，但我有力气，能干活。你收留我几天，
我用功底食宿。这人来路不明，说的再好听也不能轻信。但他伤还没好，现在赶出去，万一死在半道上。要留下可以，劈柴、挑水、磨米浆，什么活都得干，干不好就走。要留下可以，劈柴、挑水、磨米浆，什么活都得干，干不好就走。念念，你留他在家里住，孤男寡女的，村里那些人嘴碎，你一个姑娘家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婶子，他伤成那样，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，我总不能把他扔回河滩中等死。再说了，他住在厢房，我带小梅睡东屋，隔着一堵墙，规矩我懂。这小伙子干活利索，看着不像懒夫，念念心里有数就行，但你得留个心眼儿听，等伤好了，尽快把人送走。行吧，你自己掂量着办，但要是有半点风吹草动，你第一个来告诉我，婶子给你拿主意。这豆子泡得正好，今天磨出来浆肯定细。一个失忆的人，对吃食这么懂行，家里从前怕是不简单。念念，你这又做什么了？怎么香成这样？念念，这东西卖了能赚钱。螺丝不滑烊，河滩上就有，成本比米粮粉低得多，卖价却不低。火候和调料比例都对，螺丝不花钱，利润比米粮粉高得多，这个配方商用没问题。姜蒜爆得够透，花椒和八角的比例对，压住了土腥气又没抢味儿。葱花是点睛，明天赶集卖这个会爆单。葱花是点睛，明天赶集卖这个会爆单。你这活干得利索。不记得在哪儿学的了，但拿起来就会，像手指比脑子记得多。明天赶集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你卖东西要装盆、搬桶、收钱找零，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帮你打下手，不收工钱，管一顿饭就行。行，明天卯时起来，迟了我可不等人。这人捡螺丝的手法比我顺，一个失忆的城里人干活比村里人还利索，到底是哪儿来的？小华，你今天在家写作业，带着小梅。宋婶子说中午过来给你们送饭。姐，她真的跟你去？他手稳，干活利索，比一个人跑快。可以走了。右臂伤口还没好利索，搬东西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，但没吭声。右臂伤口还没好利索，搬东西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，但没吭声。姑娘，你可算来了，半个月没见你影。家里添了新吃食，收拾了好几天。大爷，您尝尝这个冰豆花，
红糖水镇的消暑。好，凉丝丝的，甜的不腻。这一碗多少钱？2毛1碗，跟米凉粉一个价。您要是搭着买，2样一起3毛5。来，米凉粉1碗，冰豆花1碗，今儿我一块尝个够。哎，这小伙子谁呀？上次来还没见着人，长得挺俊，站摊子后面也不吭声，就低头干活。听说是沈家那丫头河滩上救回来的，摔了头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表妹就是杏花村的，说这小伙子在他家住了好些日子了，天天劈柴推磨，手脚麻利得很。哟，那不就是吃白食的？人家干活呢，你没瞧见正帮收钱找零？再说了，一个大小伙子光吃饭不干活，沈念那丫头精着呢，能让他白住？您拿好，冰豆花和米凉粉可以搭着买，豆花解辣。人家是干活抵饭钱的，这俩站一块儿还挺般配的。那小伙子虽说不记得自个儿是谁，模样倒是周正。你瞎操什么心？人家是来吃豆花的，还是来相欠的？姑娘，你这摊子是越做越好了，那碗豆花配的值当，下回我还来。大爷慢走，下回给您多浇勺红糖。姑娘，你这摊子是越做越好了，那碗豆花配的值当，下回我还来。大爷慢走，下回给您多浇勺红糖。念念啊，大伯娘来看看你，听说你这阵子过得不错啊，生意越做越大了。大伯母来了，进屋里坐。哟，这就是村里人说的那个小伙子，长得倒是俊。你一个姑娘家跟个来路不明的男人住一起，传出去多不好听。你这摊子好不容易做起来，要是名声坏了，买卖还怎么做？大伯母费心了，她是河滩上捡回来的，摔伤了头，暂时住几天养伤。我带着弟弟妹妹住东屋，规矩我自己清楚。你清楚什么？你是没嫁人的姑娘，名声要紧，我替你想着呢。镇东头那个李老板，你听说过没？做干货生意的，人老实，家底厚。就是前头走了2任老婆，今年48，愿意出600块彩礼娶你过门，你嫁过去不用摆摊吃谷。那李老板说了，婚后还给你娘家贴补。大伯母，李老板48，3婚，彩礼600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这孩子怎么不识好歹？人家愿意出钱，你嫁过去就有好日子过，不比你在乡下风吹日晒强。我摆摊卖米凉粉，卖豆花，是我自己的手艺，自己的本事，我用不着靠嫁人换饭吃。配方是我吃饭的碗，我不会给任何人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攥着配方有什么用？迟早要嫁人。嫁不嫁人，我自己的事。配方是我立身的根本。大伯母，请回吧。80块钱顶什么用？大强娶媳妇花了60，剩下20连家具都添不起。他一个丫头片子开铺子，天天进钱，凭什么我一家子过苦日子？配方必须弄到手。80块钱顶什么用？大强娶媳妇花了60，剩下20连家具都添不起。他一个丫头片子开铺子，天天进钱，凭什么我一家子过苦日子？配方必须弄到手。你给我出来！昨儿我来好声好气跟你说李老板的婚事，你不接茬。今儿我当着全村人的面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嫁不嫁？人家李老板出600块彩礼，还答应婚后给你娘家贴补。你一个丫头片子，带着2个弟弟妹妹，摆摊能挣几个钱？
嫁过去吃香喝辣不好吗？大伯母，我昨儿说的很明白了，配方不卖，婚我不嫁，我弟弟妹妹我自己养。她不用嫁别人，她是我对象。你一个来路不明的穷小子，你也配？包办婚姻是违法，强迫她嫁人，你们是要坐牢的。不管我是谁，我有没有钱，这桩婚事你们谁都逼不了她。还真是有这把脸。行，你们行，我等着看你们能得意到什么时候。念念，你们两个刚才那样，村里人可都看见了，往后怎么收场？先守住摊子，再说别的。今天这口气不出，我就不姓刘。你们两个刚才那样，村里人可都看见了，往后怎么收场？先守住摊子，再说别的。今天这口气不出，我就不姓刘。明天他去买香料，还是走那条路。你在老槐树后头等着，人拦下来，直接送老屋去。配方和彩礼一样都不能少。知道了。明天去买香料，我跟你去。就几样东西，供销社来回用不了1个时辰。你留家里帮小华劈柴，灶房柴不够烧3天了。你大伯母家那个堂哥，今天下午在村口老槐树底下站了半个时辰，什么也没干，就看着你要门的方向。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我劈柴的时候抬头正好扫见，他蹲在树下待了好半天，眼睛没离开过你家院门。后来你出来喂鸡，他站起来走了。姐，要不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？不用，我明天早点走，来回大路，不拐小径。傍晚天黑前肯定回来。傍晚天黑前肯定回来。要买的东西记不住，拿这个记。你倒是心细。老槐树那一段别走太快，四周看看再走。堂哥蹲在老槐树底下，到底是凑巧路过，还是真的在盯我？八角棍皮、花椒、干辣椒各来2包，再要1小袋粗盐、2斤白糖。拐过前面那片玉米地就是老槐树了。傅玉说堂哥昨天在那里站了半个时辰。沈江，别出声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听见。是伯母和堂哥，还真是冲我来的。别怪伯母狠心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这也是替你想出路。是伯母和堂哥，还真是冲我来的。别怪伯母狠心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这也是替你想出路。天都快黑了，姐平时再晚，太阳落山前肯定到。念丫头还没回来，我去村口问了一圈，
柱子说他下午在地里干活，看见老槐树底下有人影晃，还听见好像有人喊了一声，后来就没动静了。我去找。小华，你待在家里别出门，宋手子马上就到。张大爷，麻烦你帮我指一下老槐树的位置。我也去。你留下看小梅，要是你姐回来了，家里不能没人。老槐树往东200步有个空置的老屋，你大伯家的，锁了好些年了，你去那儿看看。念念，你也别怪伯母心狠，你把配方写出来，我立马放你走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伯母，配方写了，你也不会放我走。你要的是李老板的彩礼，不是配方。你写不写今晚就在这屋里过夜？这屋漏风没被子，你可想清楚。小华他们会来找我的。你那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这屋离村口2里地，荒了4、5年，鬼都不来。你那个来路不明的男人，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这屋离村口2里地，荒了4、5年，鬼都不来。还敢找上门来？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让开！让开！你拿什么让我让开？你身上穿的还是我家那丫头的弟弟找出来的旧褂呀！你连件像样的衣裳都买不起，也敢来充英雄？我劝你识相点，现在转身走还来得及。这屋里的事儿跟你一个外人没关系，你管不着。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，让开！傅玉，能想起来了，洪水、下乡、印刷串、娃娃亲，之前只是零星碎片，现在是全部。我没推他，是他自己撞上去的。活该！这就是逞英雄的下场。念念，你看见了吗？他连自己都护不住，还护你？这种男人你要他干什么？听伯母一句劝，趁早跟他断了，乖乖嫁李老板，好歹有条活路。你还爬得起来？趁早跟他断了，乖乖嫁李老板，好歹有条活路。你还爬得起来？你的伤没事，小伤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你今天带他走了又怎么样？我名声已经坏了，村里人谁不知道他跟个野男人住一起？他以后在杏花村还抬得起头吗？他看堂哥那一眼，跟平时不太一样。走，回家。你跑得了今天，跑不了明天。这村里没你沈念的活路。白家与傅家有旧往来，如果我现在大张旗鼓摆出身份，外人只会说沈念攀上了城里靠山。他好不容易靠自己站起来，不能因为我把他变成别人嘴里的关系户。他能周旋的事，我暗中兜底就好。等他自己站稳了，再说不迟。石膏水多了半钱，
这盆豆浆比昨天的浓，点过了发苦。你怎么知道昨天的浓还是淡？闻出来的，豆浆味重，水就少。闻出来的，我磨了3个月的姜，浓淡都要靠勺子舀起来看。他一个外行人怎么会这么厉害？闻出来的，我磨了3个月的姜，浓淡都要靠勺子舀起来看。他一个外行人怎么会这么厉害？月租12，按季度结，先付1季，不赊账。合同写清楚，修缮谁出钱，招牌归谁，退租折价不？咱这儿没写过这些。那现在写。他连修缮、折价都用得这么顺，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对了，忘了跟你们说，这铺子后头带个小院，2间偏屋，还有柴火小隔间，能住人堆杂物。原先住的租库搬走空了大半年，你们要是不嫌简陋，不用额外加租金，一并给你们用。真的？后院有水缸土炕吗？有口压水肠，炕能烧，简单收拾，铺铺干草就能住。沈华以后在镇上上学，住店里正好，不用每天走土路赶夜路。那太好了，等收摊我和傅玉回老屋，明天一早把被褥、石磨、米面全部搬过来。这下不用两头跑，食材、器具、住处全解决，开店省心多了。等他明天去镇上买香料，还在那段路动手，多带根绳子，直接送李老板那。你们动他一下试试！你一个来路不明的野男人，私自绑人拘禁，到了派出所要按治安重罚。严重的还要送去劳教，你们想清楚了。你吓唬谁？去报警，现在就去，看公安信你们还是信我。走着瞧。又说多了。走着瞧。又说多了。他们走了。走了，暂时不敢再来。你跟他们说的那些婚姻自由3年以上，一个连自己都记不起来的人，怎么记得住这些？你是不是早就想起来了？是。什么时候？老吴那次撞了头起一部分，后来又想起一些，不是故意瞒你，是怕说了半真半假的话更骗你。那现在想明白了吗？想起我是傅玉，市工业局副局长儿子，印刷厂副厂长，来乡下是为了找一个摆摊卖米凉粉的姑娘，没想到找到的是你。从小带到大的，我妈说这是给未来媳妇儿的。我现在给你，不是因为想起来了，是因为就算永远想不起来，我也想留在你身边。那这些天你看着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看着我，我怕说了你就让我走了。以后再说谎，铜钱我还给你。不会有那一天。姐姐，这个好看，谁给的？
一个说话算话的人给的。一个说话算话的人给的。行了，开张吧，今天生意肯定好。头还疼不疼？早不疼了。我不怪你瞒我，换了谁在那个处境，都未必敢说实话。但往后所有事儿不许瞒。傅玉，不管你是城里来的少爷还是谁的儿子，在我这儿干活就是干活的人，不搞特权。你要是还瞒我，铜钱我还你，你走你的路。不会再瞒了。你给的饭，我吃的每一口都记着。明天供销社进香料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早点歇着。一个人是不是真心，不在他说了什么，在他做了什么。往后日子长着呢，慢慢看。沈念，有人反映你食材卫生问题，证照存疑，核查一下。经营许可证、卫生备案贴墙上，食材每天从供销社进货，票据留着，您查，我配合。水缸没盖盖落灰，调料罐敞口摆放，整改吧。水缸早上换新水，盖布巾刚洗了晾院子里。调料罐今早开张打开的，用完就盖。我们看到的就是没盖，卫生不达标，停业整稿3天，验收前别营业了。同志，我证照齐全，票据都有，今天能不能先查完再下结论？该看的都看了，先把店关了吧。他们故意挑刺。我知道。该看的都看了，先把店关了吧。他们故意挑刺。我知道。这些都是你一个人整理的？是，他们说的每一条，我都能拿票据和证词对上。水缸每天早上换水，调料罐用完就盖，每一粒米都是供销社买的，材料全在这儿。情况了解了，会重新核查。解决了？我自己解决的，票据、证明、证词一样一样攒的，没靠谁打电话。我知道你能。沈念，你还真把自己当老板娘了。傅玉哥是我的未婚夫，2家定的娃娃亲，你凭什么把他扣在你这儿？白月如，有什么话私下说，别在我店里弄。你有脸做没脸，让人知道。你一个乡下丫头攀上傅玉哥不撒手，不就是看中他家世吗？你有脸做没脸，让人知道。你一个乡下丫头攀上傅玉哥不撒手，不就是看中他家世吗？我留他下来是因为他摔伤了头，什么都不记得，我没地方送他。他愿意帮忙干活，我就给他一口饭吃，没有拐骗，没有攀附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这是事实。这是当年2家定亲时媒人写的庚帖，白纸黑字写着傅玉和沈家女儿的名字。沈家女儿就是我，你算什么？娃娃亲是父辈定的，跟我无关。你要嫁他，去找他说，不用在我这里闹。傅玉哥，你跟我回去，别在这儿给人当帮工了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那张纸上的事，我不记得。白月如，娃娃亲是小时候2家人吃饭时的玩笑话，没有文书，没有法律教育。我去外地学习回来，听说有个姑娘手艺好，想来看看，然后暴雨，在河滩她救了我。我失忆是真的，想起来也是真的。
我留下来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是因为家世，不是因为娃娃亲，是因为他值得。听见了，他选择留，你请回吧。听见了，他选择留，你请回吧。念念啊，之前是我们对不住你，你妹妹被我们惯坏了，家里最近生意出了点问题，你能不能看在养育一场的份上帮帮白家？当初你们把我赶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两清了。白家的事儿是你们自己的事，我帮不上，也不会帮。今天在店里你说的话都是真的。绳子都戴在你手上了，这枚是我妈今天给的。她说奶奶传下来一对，一枚在我这儿，一枚她收着，等定下来那天给出去。现在2枚都在你手上了。那你家里那边真的同意了？我爸妈知道我要留在店里帮你。我爸说，富家不能干忘恩负义的事儿，你救了我一命，我该还。我妈说，她说她改天想亲自来尝尝你的米凉粉，看她儿子说的到底有没有那么好吃。那他来的时候提前说，我给他现做一份。姐姐又多了个好看的，谁给的？还是那个说话算话的人。行了，开张吧，今天生意肯定好。行了，开张吧，今天生意肯定好。这是沈卫国抚恤编制被违规霸占的证据，还有刘桂芬和沈强绑架沈念的证词和地点确认，材料齐全，可以移交调解。材料收下了，按程序约谈沈国栋一家调解，情况属实，该批评批评，该处理处理。麻烦同志了。沈国栋、刘桂芳、沈强违规顶替抚恤编制、绑架拘禁沈念的事儿已收到完整证据，按程序对2人作出了治安处罚，明确了违法责任。若再有类似行为，将依法从重处理。知道了，不会再去了。姐，思墨所的人来过了，我回来路上看见他们从大伯家出来。那以后不用再提他们了，日子咱们自己过。姐姐，富裕哥哥今天下午一直劈柴，劈了可多可多了。看见了，柴够烧半个月了。大伯家的事儿终于过去了，往后不用再提了。大伯家的事儿终于过去了，往后不用再提了。比他那差远了，味道不对，颜色不对，什么都对不上。老板，我听说念念小吃铺的料汁儿是他自己反复试出来的，螺丝用什么香料，爆炒多长时间，都是他自己琢磨的。咱仿了快2个月了，始终做不到那个味儿。他的配方从哪儿来的？打听不着，他自己一个人晚上在灶台前面试，谁都不让看。沈家那丫头嘴严得很。他那个帮手呢？那个姓傅的小伙子不是城里来的？也问不出来，那小伙子比他还难说话，问他什么都不答常，就笑一下。有一次我在巷口堵住他问了一嘴，
他说配方是人家的，我管不着。算了，干不过他，把店关了吧。排队了吧？沈老板这家的螺丝和冰豆花，县里找不到第二家。前街刘继还在学，我去吃过一回，那个味道差的10万8千里，螺丝的土腥味都没去干净。别提刘记了，我上个月去吃了一次，米凉粉跟糊糊似的，从那以后再也没去。沈老板，你这家店是越做越好了，我隔2天就想来一碗，嘴都让你给养刁了。大爷您来就是了，老位置给您留着。沈老板，你那个卤豆干能不能多备点？昨儿我来晚了，卖光了。明天多卤一锅，给您留着。那小伙子也勤快，沈老板这店里外2个人配合的是真顺喽。听说小伙子是城里来的，在这儿住了好几个月了。刘记关了，白月如不再来了，大伯家也消停了，现在总算能好好过日子了。过2天，我把店门口的招牌重新漆一遍，那红纸也该揭了。姐，万一考不过怎么办？考不过就再考，又不是只有一次机会。沈华，入学测验过了，语文、数学都及格了，数学分数还往上超了不少。下周一开始，你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了。王校长，我真的被录取了。王校长，我真的被录取了。真的，卷子我亲自改的，数学最后一道大题，全班就你一个人做对了。谢谢王校长。这孩子底子不错，就是基础缺了点儿，进了学校好好补一补，能跟上。王校长费心了，学费我今天带来了。学费不着急，先让孩子把书念上。对了，学校下周有助学金名额，沈华的情况我报上去了，批下来能免1半。听见没？王校长说你底子不错。姐，我会好好读的。我知道你会，走吧，回去给你做碗米凉粉庆祝。我来点，你往后退。今年就这样过了，明年会更好。今年就这样过了，明年会更好。当初你在路边摊儿卖2毛1碗的米凉粉时，我就知道你能走很远。姐姐，你看，念，我会写你的名字啦。写的不错，明年送你上幼儿园学更多字。真的？那可不，你姐上个月就跟我说了，学费都给你攒好了。姐，王校长说下学期数学竞赛让我报名，我想试试。报，输了也没事，明年再战。这1年，我从一个人回到杏花村，到现在有了铺子，有了弟弟妹妹，有了身边这些人，没什么可求的了。来，大家一起过个好年。当初被一块路牌砸进这个年代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倒霉透顶了。贾千金被赶出门，破房子，2个面黄羽瘦的弟妹。可走到今天，回头看看，米凉粉、冰豆花、卤螺丝、念念小吃铺、富裕、小华、小梅、宋婶子、张大爷，每一个都是我在这个时代靠自己挣来的。这1年，